嗨，大家好，这里是星星，然后又来到我的频道。然后上一期我们讲了那个我所在的南加州和佛州得到了大家的踊跃反应，特别感谢我的观众朋友们给了我大量的留言。我们前几期的视频呢都是讲的负现金流的地方，然后呢就被观众朋友们有的说我唱衰美国的房地产。 OK， 那我就把这一期的视频提前呢给大家讲一讲我心目中的一个几乎被忽略的一个忽视的一个宝藏城市 Myrtle Beach。 然后呢今天我想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城市。然后其实看过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以前在我卖房子的时候曾经提到过 Myrtle Beach， 就是说我卖掉房子想去那里看看，不仅是因为那里的环境优美，还最主要是它的持有成本真的相当的低。这一期视频呢我会分4个部分：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活成本和实际的投资案例，带你全方位的了解 Myrtle Beach 这个城市是否值得投资。然后呢，第一部分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Myrtle Beach 的地理环境、地理位置。Myrtle Beach 呢是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东海岸，然后它面朝大西洋，拥有全美最美的海岸线之一。它是一个集度假、养老和投资为一体的小城市。然后呢，它离美国的其实很多主要的城市都很近，虽然它在我看来也是算偏的，它没有加州、纽约、迈阿密这种大城市的交通的极度便利，但是呢它其实离很多美国的主要城市呢都很近。然后例如呢夏洛特，然后它到夏洛特呢驾车大概是3.5个小时，然后离Charleston 呢然后大概是2个小时，离 Columbia 呢大约3个小时，离 Atlanta 呢大约6个小时，离 Washington DC 呢驾车大约是7.5个小时。然后它飞机2个小时以内呢可以直达纽约、芝加哥、费城等大城市，所以说其实还是非常便利的。然后这里呢每年吸引近2000万的游客哦，然后所以说被很多人都称之为美国东北部的后花园。现在随着阳光地带，例如佛州，我讲到的佛州 Texas 我还没有讲到的，以及其他的一些阳光地带城市，他们的投资门槛的变高，然后加州生活成本的暴涨，然后越来越多来自加州啊、纽约啊还有这些其他城市的一些投资者把目光所以就投向了 Myrtle Beach 这个仍然很有潜力而且尚未过热的一个黄金城市。上几期视频其实我有提到，其实在一个已经过热的地方，它的投资成本持有成本都会增高，都会影响它的现金流。所以说这个城市值得我们去好好看一看，因为就像我说的，它是很有潜力但是还尚未过热的一个黄金城市。然后第二部分呢，我想介绍一下它的气候。这个地方呢它就是 Myrtle Beach 嘛，大家都知道阳光海滩，四季宜人。它夏天不是很热，冬天不是很冷，然后它夏天就是气温一般，像我现在在这里加州现在是6月份，我已经热到30几度，热到我冒汗。然后它的夏季呢相当于是气温一直是在30度以下，我说的是摄氏度，它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然后它的冬季就是温和湿润，然后不是像我们这边干冷啊或怎样，它最低也是在0度左右，它也是阳光充足，每年的日照大概都是200天以上。所以说这边就是所谓的东海岸那种雪鸟族就雪鸟族，就冬天呢那种，可能就像我们中国的东北人那个冬天的时候就全部跑到海南去那样的，这边就是纽约美东的人冬天就往 Myrtle Beach 跑。对，这边所以说它就成为了东海岸雪鸟族的最爱的一个避寒胜地。然后所以它也就带动了短租市场的持续繁荣，这里夏季冬季都不缺游客。对呀，而且这里的飓风的发生的概率和强度一般只有 Florida 几分之一，所以它的保险也会比较便宜。然后呢，第3点我想跟大家提这里的生活成本。这里的生活成本真的是，作为我在加州生活的一个南加州人来说，他那边真是便宜到离谱。因为投资者最关注的就是生活成本嘛，生活成本和持有成本。然后我们来看看这里的房价的中位数，从2025年那个1季度的数据来计算的话，它大约仅有29万5千那个样子，29万5千。然后相比之下呢，
佛州的 Orlando 它的中位数基本上是41万那个样子。然后在我们这边南加州，有钱的新移民就会在Urban 去买房子，但是稍微 budget 有限的人都会考虑 Ontario。Ontario 是我们这里买新房大家都会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属于中产阶级买新房的地方。Ontario 基本上都是不是中位数，它基本上都是65万起跳，就是65万起跳，所以一比就知道它那边的房价仍然是很便宜的，而且它不是那种在中部什么地方鸟不生蛋的地方，然后它是在一个度假胜地，那边的人流是很大的，然后而且它那边的旧房和新房的地税仅仅是自住房，我这里提到的是自住房，它仅仅只有0.42%，然后加州呢基本上是1%到2%，然后包含了Melrose 一般就是2%，然后佛州呢基本上是1.2%到2%，它也是包含了 CDD 的。这里 Myrtle Beach 还有一个需要提到的，它这里虽然有州个人所得税，但是它的社保金是没有州税的，而且呢65岁以上的人，他的每年收入是有15000的减免，而且65岁以上的人呢，他的房子的地产税每年是会被减免5万块钱去计算的。例如45万的房子，每年你只需要按照40万去交税，所以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退休养老的一个圣地。然后呢，它那个地方的房屋保险呢，每年年均大约是$1500，然后在 Myrtle Beach 一个人平均每月的生活开销呢，大概按照中产阶级来算，大约是$1800那个样子。那么这么低的生活和持有成本，对于房地产投资者来说，是不是意味着正现金流更容易实现呢？那现在第4部分，我们就用实打实的案例来给大家算一算在 Myrtle Beach 的房屋的投资情况。我们现在看3个真实的投资案例。然后我在图中圈出的3个地方，就是我要讲到的3个案例。然后第一个案例呢，就是 Lelard at Victory Point 是一个 townhouse， 它是一个 townhouse。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 Tree East at Bella Vita by Ashton Woods。第3个案例呢，就是 Richfield by DR Horton。然后这3个案例呢，都是在大家可以从图上看到，它都是在501号公路上的。然后这个501号公路呢，是那边的一个主公路，它就连接了那个Myrtle Beach 和这边的 County 的政府上方，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个大学，还有一个 Medical Center。然后而且这条公路因为是连接 Myrtle Beach 和那个它的 County 的政府的一个主干公路，在这条公路的沿线，它的商圈特别发达，相当于是 Myrtle Beach 最繁华的一个地方，它的交通也便利。然后因为它通往那个州政府，所以说它那边的就业，然后又有大学，又有 Medical Center， 所以说它那边的就业交通都会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在这边很适合做投资房。然后其实Myrtle Beach 真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在这边还有一个图给大家的，然后它是更放大一点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Myrtle Beach 的更的一个全貌。在更靠北一点，就是更靠近海岸线的地方，然后那边呢就是所谓的 Myrtle Beach 的豪宅区，就是它哪里也有几百万的房子。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沿海岸线那个地方，基本上你看这里5星级酒店就是在沿着海岸的地方，然后那边的房价呢就会比较高。但是作为中产投资者来说，因为那边的房价就是几百万，它的房价的成本就会比较高，所以说我就还是挑了这3个比较靠近内陆一点的房子，然后来跟大家作为典型的投资案例的比较。因为大部分的投资者还是中产阶级，然后就没有去考虑那种几百万的豪宅。当然你要说把几百万的豪宅它更靠近海边做成 luxury 的 Airbnb， 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比较的现金流都是整栋房子出租，所以我摘出了这3个案例来跟大家讲，我觉得会更有典型性一些。对于普通的那个大众投资者来说，豪宅我们以后再讲。然后这3个案例我们可以先看到第一个案例，就是在那个雷拉的那个房子Victory， 它是一个 townhouse， 它的房价我们可以看一下 Zillow 这里我找了2张图出来，然后这个图呢就是房价，然后
右边的图呢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月租金，然后两个图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这边拉下来就是月租金，然后房价第一个案例的房价呢是大概22万5千那个样子，然后它的月租金是1900。然后这个房子我们其实可以从下拉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个房子从过户后大概几天，就2-3天就出租出去了，它非常快就出租出去了。然后我们算一下它的现金流，它的年收入呢，年租金收入是22800，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月贷款支出呢是净值是1123，然后年贷款支出呢就是134760，然后我们的年税呢是2902。然后 HOA 这个房子的 HOA 比较高，它是235，在当地算是高的。然后因为它包含了所有的费用，包括那个剪草啊、垃圾费啊，还有所有那个 landscape 的费用，然后它是238一个月。然后它的年 HOA 支出就是2820，然后它的年保险费用呢是1200块，然后明显看得出来比佛罗里达低很多，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总年的成本支出就是23980，然后用年租金总收入22800减去20398，就是净收入2402，好难得，从我的口中得到了正现金流。对，所以这个房子我们只是按照那个长租，仅仅是长租，而且是整租来算，它的租金收入就能 cover 所有的成本，然后呢还能实现2402的那个纯现金流。然后现在我们走到第二个例子，呢，它是在那个 Ashton Woods 的，然后这一个案例呢，它是一个平层，然后呢，同样的这边我给出了2个图，然后这边是房价，然后这边呢加拉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月租金，然后这个房子的房价呢是319900，然后它的月租金呢是2300，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历史，然后这个房子也是过户之后呢，1个星期它就出租出去了，然后它的年租金收入呢是27600，然后呢它的月贷款支出呢是1596，然后这个房子和上一个房子我们都还是按照年那个贷款利率7%，按照现在的利率那个来算的，是1596，然后它的年贷款支出呢就是19152，再加上它的年地税是4126，然后这个的 HOA 便宜很多，就只是90，因为它不是 townhouse 一般都会贵一点。然后呢，这个90美金它包括了垃圾费啊，还有游泳池，然后这个呢90块钱它就不包括那个剪草啊 landscape 这些，然后这个跟我们加州有一点不一样，好像我们加州这边基本上即使是 single family house 包含了那个剪草的。对，第二个例子它是一个平层的 single family house， 然后呢我们再看它的年 HOA 支出就是1080，然后年保险费用呢差不多也是1100，它的年支出就是25458，然后拿它的年租金收入27600减去25458，就是2142，差不多也是2000多的那个正现金流。然后第三个例子呢是那个Richfield by D.R. Horton， 然后呢这个房子呢，建商其实给了很多的优惠，它的那个贷款的利率只有5.99%，然后因为是建商给的一个利率的优惠，然后建商还送了很多东西，然后这里我就不跟大家赘述了，免得大家以为 Myrtle Beach 的房子全部都可以捡便宜，当然这是一个特例。然后这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这边它的那个房价是38万4千，然后这边拉下来它的那个月租金是2600，然后年租金总收入就是31200，因为建商给了贷款的利率的优惠，就是5.99%，所以它的月贷款支出只有1727，然后它的年贷款支出就是20724，然后地税呢4959，然后呢 HOA 非常低，只有70，然后这个跟上一个一样的，就只包含了那个垃圾费和那个
游泳池，然后 landscape 剪草不包含，那70块钱自己剪吧。然后那个它的 HOA 年支出340，然后保险费用也是差不多1500，然后呢它的年总支出就是28023，然后用它的年租金收入减去年支出，净现金流有高达3177。所以上一期当有观众朋友给我留言说现在美国利率这么高，怎么可能还有正现金流的房产呢？然后我说不是的，还是有正现金流的。现在大家是不是看到了？然后 Myrtle Beach 仍然是有正现金流的。佛州没赶上，加州地太贵，别着急，或许 Myrtle Beach 就是你历史突围的机会呢。它是海边房产，正现金流，低生活成本，然后还投资门槛低。也许2年之后，这里就像佛州一样，再也看不到正现金流了。现在那里至少还是门开着的时候，它还没有变成一个红海市场，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感兴趣，也可以跟我留言。好啦，想了解更多这一类被低估的投资机会，请记得点赞、留言、订阅我的频道。这里是星星，下一期我们再继续探索美国其他城市，甚至于全球其他城市更多的投资秘密。这里是星星照地球，下期见，拜拜。